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营养顾问吉富信长老师所著的《无论是谁都能变得健康，信长是饮食方法大全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营养学的基础知识；第二，针对不同身体症状所需的营养素；第三，选择食材的方法。首先，让我从第一部分营养学的基础知识来开始解释。在信息泛滥的现代，我们需要重新学习一下营养学的基础知识。对于人体来说，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是最重要的3大营养素。最近限制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方式十分流行，许多人有完全剥夺碳水化合物和尽量减少脂肪摄入的观念。但事实上，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和脂肪这3大营养素是我们生存所不可或缺的物质。首先，让我们来谈一下蛋白质。在人体除去水分后，大部分组织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。可以说，几乎所有的身体部分都依赖蛋白质，包括肌肉、骨骼、内脏、头发、血液等，甚至大脑中的神经传导物质和心理构成的基础也是蛋白质。荷尔蒙、免疫细胞和抗体等也是由蛋白质组成的重要部分。蛋白质摄入不足不仅会导致肌肉力量减弱，还可能引发失眠、贫血、疲劳感、免疫力下降、肩颈酸痛等多种不良影响。因此，我们每天都需要确保摄取足够的蛋白质，以维持健康的身体功能和整体健康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谈一下碳水化合物。碳水化合物是植物产生的营养素，对我们身体来说是重要的能量来源，是维持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必需营养素。很多人认为碳水化合物就是糖，但实际上，碳水化合物是由糖和食物纤维组成的。此外，碳水化合物食品还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多酚等营养素，因此对人体的健康至关重要。大家要认识到，对我们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并不是碳水化合物，而是过量摄取精制的糖，如白米、面包、面条、白砂糖和果糖、葡萄糖等。精制糖会迅速提升人体的额血糖水平，导致胰岛素过量分泌，引起低血糖状态，产生活性氧，促进身体的氧化。多余的糖还会转化为脂肪储存，对身体造成诸多不利的影响。因此，碳水化合物的选择非常重要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谈一下脂肪。脂肪是食物中所含的油脂成分，很多人对油有不好的印象，但脂肪实际上是身体的能量来源，也是激素和细胞膜的组成材料，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营养素。油脂分为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。具有抗炎作用的 Omega-3 和形成体内组织的 Omega-6 都是对健康不可或缺的油脂。而在饱和脂肪酸中，中链脂肪酸有助于疲劳恢复和改善大脑的功能，是对身体有益的油。动物性油脂，如猪油和黄油，则容易储存为脂肪，应适当控制摄取量。综上所述，油脂的选择也很重要，有些油脂需要积极的摄取，而有些则应该尽量避免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谈一下微量营养素。微量营养素虽然只需极少的量，但对人体是有益的。缺乏微量营养素会增加患病的风险。维生素和矿物质是微量营养素的代表。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脂肪以及维生素、矿物质合在一起被称为5大营养素。尽管维生素与构成人体的3大营养素不同，不是能量的来源，但它对促进代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例如，在能量生成或蛋白质构建组织时，酶会发挥出作用，推动化学反应，这一过程被称为代谢。而酶的作用离不开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支持。维生素共有13种，分为脂溶性和水溶性2类。脂溶性维生素包括维生素 A、D、E 和 K， 水溶性维生素包括维生素 B1、B2、B6、B12、烟酸、泛酸、生物素、叶酸和维生素 C。维生素广泛存在于蔬菜、水果、鱼类、肉类和大豆制品等食物中，
因此，保持饮食的平衡和多样性非常重要。在这13种维生素中，人体对维生素 C、烟酸和维生素 E 的需求量最大。由于水溶性维生素如维生素 C 和烟酸无法长时间储存于体内，需要每天通过食物来持续补充。因此，每餐我们都要确保摄入足够的维生素，以维持身体健康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谈一下矿物质。我们人体是由大约60种元素所组合而成。具体来说，氧占65%，碳占18%，氢占10%，而氮占3%。这4种元素组合起来，约占人体总重量的96%，其余4%则是矿物质成分。在这些矿物质中，有16种是维持健康所必需的，它们分别是钙、磷、钾、硫、钠、氯、镁、铁、锌、铜、锰、碘、硒、钼、铬和氟。这些矿物质虽然含量很少，但对人体的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。矿物质在人体内有多种功能，包括构成骨骼和牙齿，成为酶的成分，维持正常代谢等。摄入过多精制盐会导致钠的过量，从而引起高血压；而缺乏镁、铁、锌等矿物质则可能导致疾病和身体的不适。因此，均衡摄取必需矿物质对健康是至关重要的。除了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微量营养素还包括食物纤维和植物化学物质。食物纤维是维护肠道健康的重要营养素。根据2020年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的数据，摄取足量的食物纤维可以使死亡风险降低20%，特别是水溶性食物纤维能增加肠道内的益生菌，改善肠道环境，促进矿物质的吸收。此外，它还能缓慢吸收糖分，有助于控制血糖水平，是预防各种生活习惯病的重要营养素。植物化学物质可能对许多人来说都较为陌生。植物化学物质存在于水果、蔬菜、豆类和海藻中，是植物为了抵御紫外线和害虫等有害物质而产生的色素、香味、涩味和苦味等成分。已知的植物化学物质有数千种。最著名的植物化学物质有胡萝卜中的贝塔胡萝卜素、番茄中的番茄红素、蓝莓中的花青素、大豆中的异黄酮等。一般来说，植物化学物质具有抗氧化作用。积极摄取水果、蔬菜、豆类和海藻的人通常寿命更长，癌症发病率更低。这些研究结果在全球范围内都有过报道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针对不同身体症状所需的营养素，我们将具体探讨下面的4种症状：1. 容易疲劳； 2. 情绪低落； 3. 皮肤问题； 4. 感冒和花粉症。首先是第1种症状，容易疲劳。对于容易疲劳的问题，首先要关注血糖水平的波动。当我们承受工作压力或感到焦虑时，常常会选择吃白米饭、拉面或甜点来缓解压力。然而，过多摄入像白米和面条这样的精制糖类会迅速提高血糖的水平，随之身体会大量分泌胰岛素，导致血糖的急剧下降，从而让我们感到疲劳和困倦。为了改善因过量摄入糖类引起的疲劳，最好的方法是减少精制糖的摄入。例如，选择玄米而不是白米，可以缓解血糖的急速上升和下降的问题，从而预防低血糖发生。另一个导致疲劳的原因可能是摄入的营养素未能有效地转化为能量。细胞内的线粒体负责将葡萄糖转化为能量，这一过程需要3大营养素以及维生素 B 群、镁和铁的支持。如果摄入的蔬菜、水果、豆类和海藻等食物不足，会导致维生素 B 群和矿物质的缺乏，进而无法有效地将葡萄糖转化为能量，造成能量不足的状态。因此，在感到疲劳时，注意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B1 是十分重要的。根据2011年澳大利亚的研究显示，摄入维生素 B1 可以改善乳酸堆积引起的疲劳。此外，维生素 B1 还有助于糖类和酒精的代谢，因此减少精制糖类和酒精的摄入也能缓解疲劳。富含维生素 B1 的食物包括玄米、
猪肉、鳗鱼、鲷鱼、腰果、大豆和芝麻。建议大家积极地摄入这些食物。还有研究表明，血糖波动大的人通常缺乏镁这一元素。镁是将糖类转化为能量所必不可少的矿物质，因此补充镁也非常重要。富含镁的食物包括海藻、海带、味噌、纳豆、玄米、荞麦、沙丁鱼、蛤蜊和杏仁。此外，椰子和棕榈中富含的中链脂肪酸对恢复大脑活力非常有效。研究表明，摄入中链脂肪酸可以降低血液中的乳酸浓度，因此大家在感到疲劳时，不要选择吃甜点或巧克力来恢复精力，而是应该通过摄取 MCT 油等方式来补充中链脂肪酸。接下来是第二种症状，情绪低落。有时候您可能会感到情绪低落，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，甚至没有食欲。虽然看起来心情和营养没有关系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们的心情是由大脑和神经系统产生的，而大脑和其他器官一样，受饮食的影响非常大。举个例子，如果大脑中神经递质的材料蛋白质不足，比如幸福感、安定感等神经递质就无法顺利生成。此外，蛋白质转化为神经递质还需要维生素 B 群、铁和锌等营养素，尤其是女性在生理期时很容易缺铁，因此在生理期可能会感到情绪低落或抑郁。情绪低落和抑郁不振等心理问题，往往是因为缺乏必要的营养素所引起的。当您感到情绪低落时，可以通过大豆制品、鱼、蛋和肉类等食品来补充蛋白质，为神经递质提供材料。促进神经递质合成的锌，还具有保持记忆力和预防认知症的作用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矿物质。牡蛎是含锌量最丰富的食物之一，牛肉、猪肝、芝麻、鳗鱼和海苔中也含有锌。根据2017年美国的一项研究，刚开始生理期的青春期女孩发生抑郁的可能性是同龄男孩的2倍，这是因为生理期间体内缺乏铁元素，从而导致大脑神经递质的合成受阻。不仅仅是在生理期，平时在感觉情绪低落或抑郁时，大家也应该多摄取富含铁和蛋白质的食物。接下来是第3种症状，皮肤问题。说到皮肤问题，很多人会想到痤疮、湿疹等皮肤炎症。虽然接受皮肤科治疗很重要，但我们也要注意通过饮食来减轻炎症。为了改善皮肤问题，作者建议特别需要积极地摄取乳酸菌。乳酸菌能够改善我们的肠道状况，从而减轻皮肤的炎症。肠道状况与皮肤状况密切相关，因为肠道内集中了全身60%的免疫细胞。通过改善肠道环境，可以期望缓解过敏症状。提到乳酸菌的话，大家可能会想到酸奶和乳酸菌饮料，但作者特别推荐的发酵食品是味噌。味噌中不仅含有乳酸菌，还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和食物纤维。味噌中的抗氧化成分褐藻胶在肠道内能够增加乳酸菌，从而改善肠道环境，对皮肤也有良好的效果。此外，改善肠道环境的营养素还有食物纤维，应该选择水溶性食物纤维，而非不溶性食物纤维。水溶性食物纤维大量存在于海藻类、玄米和糯米中，对改善便秘和在肠道内培养益生菌十分有效。另外，具有抑制过敏症状效果的维生素 D 也值得关注。这种维生素不仅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，还能提高肠道屏障功能。虽然维生素 D 可以通过人体晒太阳自行合成，但许多人由于皮肤问题而不愿意进行日光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可以通过食用沙丁鱼、鲑鱼、金枪鱼和蘑菇等食物来摄取维生素 D。如果仍感到摄取的维生素 D 不足，可以考虑服用补充剂。接下来是第4种症状，感冒和花粉症。我们的身体具备一种免疫功能，可以在异物进入时将其击退。容易感冒的人可能是因为自身的免疫功能减弱。另一方面，花粉症是由于人体的免疫系统对不太有害的花粉过度产生反应，
从而导致身体受到伤害。感冒和花粉症分别代表免疫功能的低下和过度反应。虽然看起来对策不同，但实际上只要调节身体免疫功能的不平衡，采取相同的营养素，对感冒和花粉症都会有效。只要增强抗炎作用，当体内出现炎症时，减轻炎症即可。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是调节人体免疫功能的代表性营养素。维生素 A 可以增强黏膜，防止病毒和细菌的侵入，同时还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。因此，感冒和花粉症的首要对策就是应该摄取维生素 A。维生素 A 存在于肝脏和鸡蛋中，蔬菜中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也会转化为维生素 A， 因此应多吃胡萝卜、南瓜和菠菜等蔬菜。关于维生素 D，2019年由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主导的研究表明，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的组别，其流感、支气管炎和肺炎等感染症的发病率减少了约20%。特别是血液中维生素 D 缺乏的人，在补充维生素 D 后，感染症的发病率减少了约70%。因此，维生素 D 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，是我们应该积极摄取的维生素。此外，锌对增加免疫细胞也很有效。锌在免疫细胞中的浓度很高，能够增加免疫细胞和改善免疫反应，因此在预防感染症方面是必须的。锌存在于牡蛎、猪肝、牛肉、海藻类等食物中。为了增强免疫功能，我们应该积极摄取锌。总结来说，通过调节免疫功能的不平衡，摄取维生素 A、维生素 D 和锌等营养素，既可以预防感冒，也可以缓解花粉症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选择食材的方法。为了保持健康，我们并不需要特别的食材，即使是超市货架上的普通食材，也能帮助我们构建健康的身体。根据一项追踪地中海沿岸居民18年的数据发现，摄入种类多样食物的人死亡率更低，尤其是摄入多种蔬菜的人，其死亡风险竟然降低了30%。健康饮食不是依赖某一种富含营养的食材，而是通过均衡摄入各种食材来获取多种营养素。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，介绍了各种食材的营养成分，包括蔬菜、水果、肉类、鱼类、蘑菇类和海藻等。接下来，我将给大家介绍个人认为重要的部分。首先，作者推荐的是多吃时令的水果。尽管有些人担心水果的糖分，但实际上没有任何研究表明吃大量水果会增加肥胖或糖尿病的风险。相反，2021年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发现，摄入水果的量越多，血糖调节功能就会越好。每天摄入200克以上水果的群体，其糖尿病风险降低了36%。2019年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的研究也表明，吃水果多的人较不容易患脂肪肝。水果中富含食物纤维、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多种植物化学物质，如多酚和类胡萝卜素。因此，我们应该积极购买蓝莓、牛油果、橘子、猕猴桃、西瓜等时令水果。接下来是选择蔬菜的方法。作者推荐，选择蔬菜时，要尽量选择那些看起来新鲜、诱人的时令蔬菜，因为在时令时期，大量新鲜的蔬菜上市，价格会很便宜，营养价值也很高。如果不知道如何烹饪蔬菜，可以选择做成蔬菜汤或味噌汤，这样我们可以充分吸收溶解在水中的营养成分。从营养角度对蔬菜进行分类的话，蔬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4类，每类都具有不同的健康益处。1. 蘑菇类，如五茸、香菇等，具有预防认知症和癌症的效果。2. 红色蔬菜类，如西红柿和胡萝卜，以其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帮助预防身体的老化。3. 绿色叶菜类，如春菊和菠菜，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和叶酸，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。4. 年华蔬菜类，如秋葵和山药，有助于保持我们血糖的正常。饮食需要尽量多样化，希望大家能均衡摄取这些蔬菜，每天从这4类蔬菜中各选一种来食用，会对我们的健康有
有很大帮助。接下来是鱼类的健康益处。虽然大家都知道鱼类对我们的健康有益，但很多人平时主要以肉类为主，只是偶尔会吃一次鱼。实际上，鱼类不仅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，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。例如，小鱼中富含钙质，蛤蜊含铁和鸟氨酸，牡蛎含锌和牛磺酸，鳟鱼和鳗鱼富含维生素 A， 青鱼富含维生素 D， 特别是青鱼中的 Omega-3 脂肪酸，具有预防血栓和抗炎的效果。所以，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，我们应该积极摄取如沙丁鱼、秋刀鱼等富含 Omega-3 的青鱼，以及富含矿物质的牡蛎、蛤蜊和海藻。接下来是肉类的营养价值。许多健康意识强的人认为肉类并不健康，他们会尽量少吃肉。虽然完全以肉类为主的饮食是不健康，过量摄取饱和脂肪酸也会导致肥胖，但肉类和鸡蛋是能够高效获取蛋白质的食材。正如前面第一部分所述，我们的身体几乎都是由蛋白质所构成的，蛋白质是我们身体核心里的基础。所以，我们每餐都要确保摄入足够的蛋白质。猪肉富含维生素 B 群，有助于恢复疲劳。牛肉和羊肉中的瘦肉含有左旋肉碱，有助于脂肪的燃烧。鸡胸肉中的肌肽具有分解乳酸、减轻疲劳感和抗衰老的效果。鸡肝富含维生素 A 和铁，有助于改善贫血和疲劳。肉类包含独特的营养素，不应该被视为完全不健康的食物。关键是应该均衡地摄取各种食材，不偏食某一种所谓的健康食物。大家在超市购物时，一定要遵循这一均衡的原则，以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